穿越这浮夸的世界，期待重新裂变的力量。反转中溢出这愤怒，足以燃烧崎岖大路。幸福从来没有日期，感动或伤害只会更坚强。寻寻觅觅，追踪真相，引领前进方向，始终都是你。Keep running， 答案就在前方，不能退缩，不想设防。Keep running， 秘密就在心中，沉寂思念，危机相同。风暴撕破天空，不再可控，眼看脆弱融碎，方向打开，只有你，只有你，只有你为我定义。答案就在前方，不能退缩，不想设防。Keep running， 秘密就在心中，沉寂思念，危机相同。风暴撕破天空，不再可控，眼看脆弱揉碎，方向打开，只有你，只有你，只有你为我定义。那听好了啊，我现在讲密码学了。密码很简单，就是通信双方按照约定的法则进行信息特殊变换的一种重要保密手段。依照这些法则，变明文为密文，称为加密变换；变密文为明文，称为脱密变换。好。杨秋池这个饭桶着实奇怪，他好像不是我大明的人，说的话语既像傻话，又像高僧寄语。他到底是什么人？密码呢，在早期仅对文字啊、数码啊进行加密、脱密变换。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对语音、图像、数据都可以实施加脱密变换。下面我就要进行加脱密变换了啊！好。重要的来了啊！天佑见闻，还朝可待。现遣密使不广德，一体听从调遣，共襄盛举。痛伐国贼。信也就是这么封信，译也就是这么译出来的，也就是这么个原理。好大事儿啊！不是那个好，龙秀才，那个你再给解释一下啊，说一下这个解释一下他说的这个什么圆什么东西？就是啊，说说。小人着实也想不太明白，只是贤侄提供了方法，龙子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库，二者合一，耶！好啊。大人，您请。大板牙，这个人是本典狱长，劳监大人的好朋友、好兄弟、得力助手，以后凡事麻烦你多照顾他。您放心，小的一定照办。大人，这是小的一点心意。这么快就又有贪污受贿的机会了？明朝你也太腐败了！杨大人，马大人有请。杨贤弟，谢寡妇的案子，咱家还想听听你的意见。马大人，是否可以先讨论一下小女的绑架案？行了，宋大人，事情孰轻孰重，咱家心里明白着呢啊。好吧，
那你就把谢寡妇那事说说吧。好，谢寡妇。哇，叔叔，这个可是明青花。正是青花瓷器。哇，这就是一套3环的房子啊，而且是东3环。哇，这儿还有这么多啊！哇，我的玛莎拉蒂，我的游艇。这不就是一个花瓶吗？这算什么？我的姑奶奶，这可是我100年的工资啊！贤侄啊，你要是喜欢，破案以后满屋子的瓷器全送给你。这真的啊，叔叔？叔父岂能戏言呐？啊，还是赶快跟马大人一块儿商讨商讨建文余党的大事儿啊，否则这个嚯，有钱就是任性。据报，广德县衙已在重审谢胡两人，且此事上留有2个祸害，请大人明示。一个姓杨的混混，还有尚在狱中的龙子虚，酌情去办。是。你跟建文余党冤枉啊，大人！冤枉什么？大人，这些都是杨秋池他嫁祸给小奴家的呀。大人，杨秋池他早就对小奴家的美色垂涎3尺，所以他才串通老头大板牙，将什么密信栽赃在小奴家身上。小奴家是冤枉的呀！大人，我冤枉啊我杨秋池，我对你个大婶儿，我垂涎3尺。我是大婶儿？谁是大婶儿啊？妈了个！咱家怎么办？依大明律，杨秋池要规避此案。他规避了，咱家怎么审？马大人英明神武，足智多谋，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寡妇？我倒是英明神武的清楚这案子有问题，让杨秋池回避吧。杨秋池，建议你对谢寡妇有非礼之举，啊，下堂去吧。啊，我啊，对他非礼？是啊，叔叔，你说我什么时候去调戏那个不要脸的大婶了？哎呀，叔父也是顺水推舟嘛。你看这期呀，白大人这个案子他推得紧啊，晴儿、云儿又被绑架了啊，这很有可能有奸细内鬼。这云儿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叔父破案很艰难呐。明白了，也就是说，咱们先帮衬咱们自家人，再帮助朝廷的那位马大人。正是啊，那也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调戏过那个谢寡妇。当然不曾啊。OK， 那我们就先从自家人帮起。云儿，贤侄啊，我让你查问元凶，你在这里看这些脚印儿干嘛？哎，这不是我妹云儿被点穴了吗？提供不了有力证据。本案最大的有力证据，只剩下这几个狐狸脚印了。哦，哎，这应该不是狐狸的脚印儿，这些脚印儿不符合狐狸爪子的生物特征啊，这应该是人造的，也就是说，跟丰胸兽臀是一个道理。丰胸兽臀？根据脚印深度和泥土的硬度，不可能是昨晚建文余党留下的那一小撮不法分子。哦，这个人的体重要重得多。哎，不对，时重时轻，他有可能是一个瘦子，也有可能是个大胖子。反正他应该不是神仙姐姐，也就是说，神仙姐姐不是这狐仙，他到底是谁呢？这女贼会不会是建文余党啊？女贼？根据我的判断，这脚印不一定是女的。
那这女妖会不会妖术法术啊？哎，叔叔，我说过多少遍了，根据唯物主义来判断，根本就没有女妖这一说，有人妖还差不多。而且再说了，这狐妖，她不一定是女的。不会法术就好，不会法术就好。我再仔细观察一下。哎，叔叔，你一定要跟咱们衙门里的员工说好了啊，一定要保护好第一现场。好嘞，好吧。婉儿，轻松点。我问你，我女儿案子办得怎么样了？哎，你看这哪个？你看3天了，过了今晚，印府可要出殡了啊！这么着急啊？你给我看好了，如果你们再抓不到真凶，你还有杨秋池你们都得给我女儿陪葬。陪葬？哇，这么重口味！哼！冷静，冷静，冷静！既然我的一切都是这个耍赖皮的宋知县给的，他要是死了，我也活不了。我们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哎呦，贤侄啊，贤侄！哇哦，这个茶碗也是明青花。啊，明青花。叔叔，我要是帮咱们俩破了这个案子，咱们不用去陪葬，能不能把这个茶碗也送给我啊？你要它何用啊？收藏啊！收藏？是不是有什么新思路了？还是差那么一丁点儿。哦，那差什么？还差那个即日出殡。即日出殡。哥！哎呀，不好意思啊。雨儿，找我什么事儿？过来。记住了？哦。哎呀，60两银子！哎呀，我儿子呀，真是有出息。哎，你是不是太着急了点儿？你说咱们不吃烛光晚餐不说了，好歹吃个晚饭吧。人家这可是第一次啊！第一次？啊，不是，是我回来之后的第一次。你放心，老娘会温柔一些的，不会太使劲。不是使劲不使劲的问题，这不老娘还没睡呢吗？让她听见多不好啊！老娘才不会听见他，他今晚是真的开花了。开花！哎呀，要有孙子了。哎呀，终于是安静了，老娘可以睡觉了。你怎么了？你受伤了？没想到我的第一次，竟然是如此的精彩。你瞧这身子，谁干的好事？你嫂子。我嫂子？不像话，居然对你做出这种事儿，她怎么对你这么狠呢？她就是对我太好了，才把我弄成这样的。哎，没事儿，你哥顶得住。这样吧，云儿，你带着安迪阳先去休息，我跟子虚还有事情要商量。回去吧。啊，子虚，哎，扶我回去。好，移驾回宫。走着，啊，来，慢点，杨兄，来，啊，慢点啊！哎呀，慢点，哎呀，来，哎呦，杨兄啊，杨兄想今夜再次勘察白小姐的尸体。嗯，那
那跟鄙人有何关系啊？鄙人在线下这个时辰，都还歇着呢。闭嘴！哎，我就是想让你跟着，怎么了？商量钥匙，我也要商量。安迪，走。哎，弱弱的问一句啊，你说我要用这锋利的手术刀划开白素梅的肚子，去检查她的心肝脾肺肾，你说她的家人能接受吗？这不是接受的问题，是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哎呀，在本朝，毁坏尸体可是一大罪过。万一被他们发现了，这阴府上上下下，白千总等一定与你誓不甘休，拼死一战的。万恶的封建礼教，果真如此。你说这殷家的安保措施做的确实太出色了，咱们2个人肯定不够吧？听闻嫂夫人是杀猪出身，可否让她来助拳呢？哎，这个不行不行，他这个人啊，只是有胆量，可他不会功夫，不行，这不靠谱。哦，那既然嫂夫人不成，哎，那云儿如何？对呀，云儿行啊。宋云儿，什么时候你学会爬墙根儿了啊？坐吧。鉴于今天特殊情况，你坐下来吧。坐这儿。听我说啊，鉴于现在情况错综，案情复杂，我决定立刻成立4大恶人敢死队。4大？你，我，还有他。敢死队，咱们现在的任务非常的重要，要抱着赴死的决心。所谓敢死队，就是一帮赶着去死的人。怎么样，还敢参加吗？敢！太好。大人，那个姓杨的，着实厉害，在下才不慎被他。行了，废物！今夜必须干掉他和那个龙子虚。送来人前去查探，快去！是。你，还有一个给他。哦。我们以后出门啊，必须要有保密措施。我们相互之间，哎，我们应该起一个别名儿，就叫4队吧。4队？为何？唬人呗。你想想，这出去一听，我们叫4队，外面人肯定以为前面还有1队、2队、3队。为了咱们的安全，这样做最好了啊。哦。接下来，我要布置一下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任务。全体队友，有。你主要负责照顾好我，你主要负责伺候好他。啊，不，我还有很多才艺的，我还会武功。啊，行吧，那你负责护驾，你负责保卫我们所有人的安全，你是保安，行了吧？哎，你就是副队长，我呢，自然而然就是队长了。不是，那你们，那我呢？你也是副队长。哦，好，行了，今天这是大家第1次的会议啊。哎，继续坐。我觉得我们之间为了方便，还得给每个人起个代号。你长得非常像我一个好哥们儿吴彦祖，你就叫阿祖吧。阿祖？对，阿祖。你长得比较漂亮，你就叫恐龙妹。龙，我喜欢。喜欢就好。恐龙。哎，那你呢？我当然就叫队长了。哦，4队队员，有。现在集体出发，执行任务。出发。走。
姓柳的，久仰大名，我们兄弟可是没少受你指点呐。不客气，哪里都有你，每次都是你。我们老大也早想会会你，今日总算得偿所愿。废话少说，亮兵刃吧。今天让尔等死得公平，一起来吧。那就随刘女侠的意思，给我上！按计划，孔龙梅你带我进去之后，你负责望风，我负责检查尸体。好，队长，我们俩呢？你俩，就在这等着哦。好，队长，看我的！等等，跟我走。好，走啊！有风流女神偷的潜质啊！见。你在这慢慢检验，我出去把风。好，哥，你不害怕吗？都已经习惯了。那我走了。你赶紧出去。白家小姐，我可是专业的啊，多多得罪。你会想吗？偶尔还会想我吗？爱情故事主角已换作他，对我没说完的情话，没有结局的童话。我想我是时候蒸发，把幸福筹码都留给你和那些照片留在心里的画面，你现在是否还能想起昨天？为什么对他比我好一些，让我一个人度过寂寞